美国海军提出了新的作战力量构成，2045年要有500多艘战舰，实现起来可能有点难。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这位上将呢，18号提供了一个他认为应该构成美国海军未来舰队的规划。根据他的构想，到了2045年，美国海军应该拥有12艘航空母舰、9艘大型两栖舰艇、20到30艘较小的两栖舰艇，另外还要有60艘驱逐舰，还要有50艘护卫舰、70艘攻击型核潜艇，还有10几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各种支援舰艇100艘，无人舰艇大概是150艘。看到这么一个规模呢，环球网的报道是，美国海军提出一个疯狂的扩军计划，理由是美国海军现役舰艇呢长期是陷入低谷，目前仅有293艘主力战舰，原来还有一个标准嘛，最低限度是355艘，后来还提出到2030年美国海军的数量要扩充到405艘，但是呢，这些数字都跟吉尔迪提出的500艘战舰计划相去甚远。其实呢，倒不能说美国海军这属于是疯狂扩军，因为这个500多艘战舰的计划是虚的，并不是美国海军真正的规划，只是海军作战部长这位部长大人自己带人列出的需求。这个需求呢，又是美国公布2023财年具体使用方案之前，海军抢军费用的。美国嘛，历来都是这样，军费如何分配，各军种都要伸手。你要先学会漫天要价，那么被削减之后，剩下来的才够用。2023财年啊，美国军费要增加到7730亿美元，不过军费上涨幅就没有物价涨得快，所以各军种分钱的时候都要先画一个大蛋糕。所以吉尔迪自己也说，海军进行的部队结构评估结果几乎总是指向需要一支大于特朗普政府355艘战舰最低规模的海军。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吉尔迪的方案如果真的实现了，美国会有个什么样的海军。那么他这个方案呢，提出了12艘航母，根据以前的一些报道，有可能这12艘航母如果都是10万吨级航母，海军经费可能撑不住。那么以前呢，我们就见过6大加6小的说法，那么这回吉尔迪的12艘航母计划中可能有6艘就是小的。另外呢，还有150艘各种无人舰艇，这有可能是最能够体现美国海军设想的最新海上作战样式的。不过呢，很多分析人士也指出一个问题，355艘主要作战舰艇这个规模当初就让特朗普很难受，500艘舰艇的话，建造和维护费用又要多少呢？这2年美国军费名义上是增加不少，但是使用上经常有限制，动不动出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出来之后，让大笔经费在几个月甚至1年之内不得动用。美国海军几个重点项目都因为这种决议啊倒了霉，进度全在拖延。比如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么重要的项目，下水和服役时间都已经是延迟再延迟。除了经费以外，更糟糕的问题是船厂可能还不够。这种事儿听起来天方夜谭呐。美国当年2战的时候造万吨级自由轮，3天就能出1艘，现在怎么船厂不够呢？确实是不够了。现在不是什么造船厂都有资格生产军舰，那么美国海军计划就是让更多民船的建造厂逐步拥有建造军舰的资质，解决船厂船坞不足的问题。但是这需要时间，需要经费。另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不好绕过去，就是老一代有经验的工人、技术人员因为各种原因从造船厂正在流失，而美国现在的年轻人呢，好像还真的不太愿意往这个行业里走。那可就不是有没有钱造船的问题了，而是短时间之内产能上不去。现在美国的实际问题恰好是一堆老舰等着淘汰，新舰艇都补充不上，所以还要提康多拉加延迟退休。那么环球时报说的疯狂扩军有可能就是美国海军一个梦想。如果美国海军真的一定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旧船继续服役，可以凑数。好，关于2045年美国海军拥有500艘战舰这个梦想是不是那么容易实现，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